各位，我曾經說過，這世界上的事物呢，分為輕度、中度、重度、印度、超度。现在呢，印度呢正经歷着可以说是有史以来罕見的高溫天氣，全國印度全國的老百姓現在都快要被烤熟了。這個時候，印度總理莫迪老仙兒他竟然發文勸全國的老百姓多喝水。中國的網友全麻了，你知道嗎？好家伙，怎么5、60度的天儿，这个印度很多人都熱死了，是字面意義上的熱死了。莫迪老仙兒勸老百姓們，你們多喝水。來吧，朋友們。哎呀，這個莫迪呀，的確是個老仙兒啊。說印度各地正經歷着氣溫飆升以及其帶來的種種挑戰，這股熱浪對我們所有人來說都異常的嚴酷。我敦促大家採取盡可能多的預防措施，請保持水分充足，外出時隨身帶水，給他人遞上一杯水。在這樣的天氣裡，這種善意會產生深遠的影響。注意熱衰竭的跡象，如頭暈、噁心或者是極度疲勞。如果您身邊的人感覺到異常不適、虛弱或出現頭疼，最好立刻幫助他們轉移到了一個涼爽、有遮蔽的地方，確保他們攝入水、口服、補充鹽，有助於他們的東西。兒童、老人、戶外工作者在極端的高溫下容易受到影響，忽視這些警告跡象可能會迅速變得危險，甚至是導致中暑。在這種天氣中，及時的關懷和關注會大有的幫助。盡量打電話給老年父母、祖父母親人，詢問他們的狀況，尤其是在這次熱浪期間，提醒他們保持水分充足，避免在下午高峰時段外出，並盡可能的多休息。在酷暑中，也請記得我們身邊的鳥兒和動物，給他們放一碗水吧。問題是，印度的這個高溫是一杯水能夠解決的問題嗎？印度這場高溫堪稱是一場史詩級的天災呀！朋友們，我給大夥看個這個視頻啊，這是印度的變壓器。三哥們想出來了天才的主意，是一邊拿水噴，一邊旁邊放個電扇。那麼老大的變壓器放這麼個電扇，能降溫嗎？你還別說，三哥這個腦洞不是一般的大。但是那也沒辦法，那是實在是沒辦法了。他要是真的有辦法，他就不會採用這麼可笑的方式了。這不就明顯的是敷衍嗎？是給老百姓做面子工程嗎？這能他娘降溫嗎？就說明印度現在這個事情有多麼嚴重。朋友們，為什麼我國遠沒有印度熱？有一個顛覆幾乎所有人認知的原因：我國江南、華南不少區域和印度北部處在幾乎相同的緯度，可每到春夏，印度動不動就衝上45攝氏度甚至50攝氏度的極端高溫，熱浪頻發。而我國同緯度地區即便盛夏炎熱，也很少出現這種致命級別的酷熱。印度新德里和我國南昌、長沙緯度基本持平，都在北緯28度上下，理論上接收到的太陽熱量差距不大，但氣候結局天差地別。印度的高溫爆發期集中在每年4月到5月，這個時間段太陽直射點快速北移，北半球太陽輻射達到全年峰值，同時副熱帶高壓遲遲才移動到印度上空，乾熱高壓牢牢籠罩陸地。
再加上北部喜馬拉雅山脈擋住了北方南下的冷空气，热量散不出去，土壤干旱缺水，太陽一曬，氣溫直接飆升。印度氣象局多次監測到48攝氏度以上的極端高溫，部分地區最高溫突破52攝氏度，成為常年常態。而我國同緯度的長江中下游江南地區，剛好在5月底到7月中旬迎來持續20到30天的梅雨季，這是東亞獨有的氣候現象。冷暖空氣在我國南方拉鋸交匯，帶來連綿陰雨、多雲寡罩的天氣。這段時間正好對應印度爆發極端高溫的窗口，梅雨帶來的降雨和雲層，就像給大地撐起了天然遮陽傘，持續消耗地面積攢的熱量，把初夏太陽最強輻射期的升溫節奏直接壓了下來，避免熱量瘋狂堆積，硬生生錯開了印度的高溫峰值期。等到7、8月梅雨結束，副熱带高壓北移控制我國南方，真正的盛夏高溫才到來。但此时夏至已過，太陽直射點開始向南移動，太陽輻射強度已經下降，就算副高壓帶來酷熱，氣溫大多在38到42攝氏度區間，很難突破45攝氏度，更達不到印度那種致命高溫的程度。印度6月西南季風才姍姍來遲，帶來雨季，之前近2個月完全處於乾熱暴曬的環境，沒有任何降雨降溫緩衝，高溫自然肆無忌憚。除了梅雨這個核心因素，地形差異也在推波助瀾。喜馬拉雅山不僅擋住冷空氣，還讓印度的熱氣被困在恆河平原無法擴散。而我國東部地勢開闊，北方冷空氣時不時南下，能短暫驅散高溫，再加上夏季風帶來的水汽充足，土壤濕度高，水分蒸發也能帶走熱量。印度常年旱季乾燥，地面儲水少，吸熱快散熱慢，進一步加劇酷熱。很多人只知道梅雨季節潮濕悶熱，卻不知道它是我們對抗極端高溫的天然屏障。正是這份獨有的雨季節奏，讓我國同緯度地區避開了太陽輻射最強時段的暴曬，形成了亞熱帶季風氣候。而印度長期在旱季直面強光，成為熱帶季風氣候，這也是兩國夏季氣溫差距巨大的關鍵所在。全球和印度同緯度的沙漠地區同樣酷熱，唯獨我國依靠梅雨守住了夏季的氣候舒適底線，高溫直接擊碎了莫迪的強國夢。下一輪大國競爭比的不是誰更強，而是誰能在極端天氣中活下來。這場席捲南亞的致命熱浪從來不是短期異常，而是不可逆的長期生存危機。當下印度全境徹底陷入高溫煉獄，白天氣溫輕鬆突破46度，地表溫度直接飆升至80度，奶油鞋底被烤化，野外猴子、流浪動物成片熱死，普通民眾為了一口水大打出手，所有觸目驚心的畫面全是2026年最真實的現狀。全球頂級气候機構早已反覆預警，南亞已經鎖定未來全球極端高溫核心重災區，連野生動物都撐不住大批量死亡，所以說明這裡的生存環境已經惡劣到極致。到底為什麼偏偏南亞陷入如此絕境？全球變暖推高整體氣溫基線只是外衣，真正的內因是南亞各國从提開始就沒有為常態化高溫做城市規劃，沒有城市綠廢，沒有專業降溫體系，也沒有蓄水保水工程，再加上常年無節制出取地下水，直接形成死循環。氣溫越高，用水越豐，水源越少，電網越崩，長此以往，這片土地一步一步邁向死亡禁區。可這場危機真的只會困住南亞這一片區域嗎？明明知道高溫會越來越凶，印度為什麼就是不提前防範，不補齊基建短板？答案是又扎心又現實，他根本沒有能力應對這場國家級生存危機。想要扛住常態化極端高溫，拼的不是口號，而是全套底層基建，穩定的電網，不間斷供水，水利儲備，冷鏈物流，科學城市治理。和印度全線拉化，全面失守。為了搶水，街頭冲突不斷，運水車必須配武裝警衛才能正常配送，社會秩序隨時瀕臨崩潰，供氣更是直接停擺，頻繁斷電讓工廠流水線反復關停，設備直接被燒壞，工人無法作業。這還不算完，本就脆弱的冷鏈徹底失效，蔬菜水果在地裡就腐爛了，菜價一路飛漲，後果可想而知。富人躲在空調房裡，用私人發電機桶裝水安然度日，
貧民窟民眾住在鐵皮屋裡，無電無水，只能靠肉身硬扛。一個14億人口大國，連最基本的用電、喝水、避暑都保障不了，還談什麼發展崛起？這場赤裸裸的潰敗，難道還不夠給全世界敲響警鐘嗎？過去我們總覺得大國比拼的是堅船利炮、GDP 總量、科技實力以及國際地位和印度的高溫絕境，不得不讓人開始反思，未來的大國競爭早就悄悄換了全新賽道，比的是極端環境下的生存鬥底能力。仔細思考一下，什麼才是一個國家最硬核的底气呢？不是空洞的口號，不是光鲜的短期数据，而是極端天气来襲時，電網不停，供水不斷，物價不崩，能扛住天災衝擊，能讓人民正常生活，這才是硬道理。大家別被什麼最想炸掉喜馬拉雅的是印度这樣的言論給帶偏了。全球變暖，誰都不能獨善其身，極端高溫，洪苗不會只停留在南亞，這是全人類必須共同面對的生存考驗。印度之所以被高溫困住，徹底掉隊，不是輸在人口，而是輸在了極端氣候下的綜合承載能力。別覺得這場危機離我們很遠，當生存變成第一要務，當氣候挑戰成為常態，一個國家真正的底氣到底來自哪裡？能守住民生，穩住根基，扛住天災的國家，才能贏得未來。各位朋友啊，中華大地才是這個世界上的無澤之地，世外桃源。作為一個中國人，朋友們，你們現在心裡邊得多自豪啊！簡直中華那塊地方，是吧？啊，人傑地靈，物華天寶啊！威武我的祖國！點個訂閱，下期再聊。